大家好，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 Jasmine 小茉莉。马来西亚最畅销的一种车型呢，就是 SUV。可是 SUV 有分为小型、中型、大型，还有超豪华型。在我身后这一辆呢，就是超豪华型的 SUV， 来自 GWM 的坦克500。因为这辆车我们拍过完整的外观和 interior，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不再介绍外观和 interior， 我们今天更专注的来讲这辆车的驾驶和乘坐体验。我们刚刚就从 KL 开车来到金马伦，花了4个小时多的时间，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认真的把这个影片看完，内容非常精彩哟。影片开始前，一定要为大家介绍我非常喜欢的 Erevo Sunshade， 而且它是 magnetic 的，只需要把它轻松的这样放一下、吸一下，它就会直接吸附在你的车框上面。如果你的车没有钉灯，或者你有粘很好的钉灯，但是阻隔阳光不够厉害的话，没有关系，买一套 Erevo Sunshade 很便宜罢了。开车的时候，即使是大热天，也不会很刺眼。当然，一些指定车款哦，连最后面这一片大镜都有推出它的 Sunshade。那这个 Sunshade 的安装方式，只是把它吸上去而已，因为它的边框啊是有吸铁的。最主要的是，它完全不影响你的 Power Window 操作，非常的 good job。当然 ，Erevo Sunshade 有分2种款式，一个是普通款式，一个是 Premium 款式。像我这一个就是 Premium 金色 logo 的，它的这个透光度会比较低，因为它的这个网状结构啊会更加的密，而且 quality 非常的好，车缝线方面真的做到美美的。马来西亚各大车厂、各种车型都有推出 Erevo 的 Sunshade， 只要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就会找到一个 link， 点击进去，你们就可以查看属于你们各自车款的 Erevo Sunshade 的价钱了啦。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啦 ，Let's go！ 没有错了，在我们去看这个试驾体验之前呢，先要来跟大家重新温习一下，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台车它的动力配置啊什么的。先来跟大家复习一下的，就是这一台坦克500搭载的是一个2000cc 涡轮增压引擎，最主要的就是马赛蒂的这个大 G 啊，100万级别的豪华 SUV 车上有的那个大 G 3把锁呢，在这台坦克500上面也有啊，而且价钱不到1/3，比起来真的是非常有性价比，而且整个 interior 内装质感 quality 根本不输大 G。我觉得它的用料啊、材质啊、椅子啊、皮革啊，通通你摸起来感受它就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下重本的。然后看到我们穿到这样子吧，没有错，因为今天的天气比较冷，外面下着毛毛细雨，而且天气温度只有20几度。那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海拔1471米的金马伦高原。那我们一路从 KL 来到金马伦高原的过程呢，现在就为大家展开啦 ，Let's go！OK， 现在我们就是要来体验这台坦克500。看我打一个 reverse 啊，这个 side mirror 会自动往下翻。现在其实蛮多车都有这个功能了，最主要的就是让你在 reverse 的时候可以看到你的后轮的情况啊，会不会掉进龙沟啊？当然，那么大台的车一定有一个360啦，这个360也是非常高清。现在我觉得大多数的厂商都可以把这个360设计到 very good job 了啦。那这台车我们刚刚有讲到它的这个引擎配置啊，就是一个2000cc 涡轮增压引擎，整套 engine 呢，这个发动机啊是跟坦克300一样的。然后它的变速箱方面啊，是一个9速自动牙，就是 9AT 啦。一般上啊，这个 AT 的变速箱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就是 4AT、6AT， 比较少有的是8AT 啦。但是这个是 9AT 啊，是更加少有的。然后主要是我觉得它的这个第9档啊，就是最后一个档号，就让它在巡航的时候可以用更低的转速，然后保持一个比较高速的行驶，所以这个车就不会那么耗油啦。那油耗表现方面呢，这辆车的油耗大概是跟坦克300差不多一样。虽然讲它是一个 HEV， 但是它的 HEV
方式跟长城汽车旗下的 H6 HEV 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方式哦。所以呢，在油耗方面没有办法像 H6 HEV 那么理想，但是也不至于很吃油，因为如果是以那么大台的车，2.5吨的车身重量啊，然后又有一个20寸的 Sport Rim， 可以做到跟坦克300差不多一样的油耗表现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已经很厉害了啦。那既然是长途试驾体验嘛，我们就要来讲一下长途试驾体验的乘坐心得，坐在旁边感觉怎么样啊？我们的 Jasmine 小茉莉，首先这个椅子是有按摩椅的，前面2张椅子都有按摩椅啊 ，Driver side、Passenger side 都有按摩椅。我觉得这个按摩椅是蛮加分的啊，而且呢，它不会一直启动着，就是到一个时间点它自己会关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功能。然后呢，它的椅子的这个发泡棉是超级无敌软，所以如果我觉得这个坐长途是肯定超级无敌舒服，而且这个椅子如果是我往后推到很后面的话，后面也是还有超级无敌大的位置。肯定空间是足够的，因为我不太喜欢那个冷气，所以我喜欢这种双区恒温空调，它可以调两边不一样的这个温度。我自己呢就比较喜欢开车的时候凉快一点，所以我这里我是设定一个19度，然后他那边他是设定一个25度。现在是大白天啊，外面大概是35度，然后我的冷气是开25度。刚刚我们就还舵嘛，还这个舵钱过后，启动的时候啊，它应该是用电动马达来启动这台车，所以我们在离开这个舵的时候，窗口还是开着的嘛，就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得到，这个车好像驾 EV 这样，踩下那个油门出去，这个车是完全没有声音的。而且这辆是 HEV 嘛，它没有那种会让人晕眩的感觉。有些 HEV 车款啊，可能他们的这个电池组啊是比较大的，所以他们就可以实现比较长途或者是比较长时间的这个 EV mode， 就是让你驾起来真的好像在驾 EV 车这样子。好处就是当然比较省油啦，坏处也是有的嘞，就是当你比较依赖这个马达来驱动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电车的晕眩感。那这辆车它不是那一种比较依赖马达的，它还是比较依赖 engine 的部分。所以它驾起来不会很像 EV 车的那一种感觉啦。然后再来就是这台车它的这个 HEV 的部分是跟一般上的 HEV 不太一样的。我们就拿它自家 GWM 的 H6 HEV 来做比较啦。简单一点讲，就是这个马达跟压箱是整合在一起的，就是引擎负责充电，还有负责输出动力，马达也是有负责输出动力，而且马达负责输出动力的这个百分比是属于比较高的。但是这一台不一样，它还是有压箱，就像刚刚我讲的，还是一个9AT 的变速箱。然后它的马达在哪里呢？它的马达在变速箱之前，也就是讲它的这个马达是属于那种叫用于辅助，尤其是前段的时候，好像我们在斜坡路的一些路口要把车开出去的时候，一个2.5吨的车再加上20寸的 Sport Rim， 一般上 Turbo 车也好还是怎样 ，Turbo 你要 charge 的嘛，要高转的时候才会有 Turbo 的这个增压嘛。那马达在低转的时候可以实现一个更高的扭矩。还有一点就是这台车它是一个4轮驱动车嘛，是一个 all-wheel drive 的车。那它的这一个马达呢是真实可以同时驱动4颗轮子的，就是因为它把这个马达放在压箱前面，所以跟一些所谓的 HEV all-wheel drive 的车比较起来，有些他们会把这个电动马达放在后轴，然后引擎驱动前轴，或者相反过来，引擎驱动后轴，马达驱动前轴。这个不是哦，这个是引擎跟马达都可以驱动4轮，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 GWM 他们很厉害的地方啊。当然是这种豪华 SUV 啊，我们不单只是要试马路罢了，我们单只是试马路没有意思了，我们还要试这种乡间小路。我们今天就把这辆车开去金马仑高原，走乡间小路，走一些爬坡路段，体验一下这台车它的这个2000cc Turbo 4缸涡轮增压引擎，加上 HEV 系统带给我们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一个乘驾体验啊。当然讲到 HEV， 它的这个电池呢只有 1.7、1.8个 kW 罢了，就是属于一个小电池啦，所以它没有办法像一些 HEV 车款可以启动一个 EV mode， 就是全由 EV 来驱动，不能了。这台车没有这个功能，它还是比较依赖这个燃油引擎来驱动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燃油引擎驱动的这台坦克500，在走这种拐来拐去的路，搭配上这个 leather frame， 好像 Hilux 这种同样结构的这种车身架构，乘坐起来是怎样的感觉？现在我们来到是一个乡
乡间小路，这个路呢没有那么美，会有点颠簸，不只是有一点颠簸啊，还会有一些黄线条啊，就经过的时候会比较明显感受到那个咚咚咚咚咚，还蛮明显的。等一下我们到上山的时候，我们再来体验一下，看这辆车上山有没有厉害。OK， 现在我们正在上山了，海拔是178米罢了，还不算特别的高。可能很多在看 video 的朋友就会在想，既然要试山路嘛，为什么不要去云顶试山路？金马仑的山路跟云顶的山路啊，其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来的。云顶的山路，我自己个人认为啊，它是属于一个高速山路，就是我们可以 carry speed 来过一些弯，然后再爬一些坡。金马仑的这一条小小条的山路，我们没有办法 carry speed， 我们可能会遇到前面有车啊，还是我们在转弯的时候，我们很多盲点，我们看不到对面是怎样，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车速减低下来。尤其这里是双向车道，一条去一条回的，所以我们在把速度减低下来的同时，又要转弯又要上坡的话，这个时候就是很考验一台车它的动力表现，就是它在低转的时候的动力表现是怎么样的。那这台坦克的500，我可以直接拍胸口打包票跟你们讲，它在低转速甚至没有 carry speed 的情况下，在过一些弯道同时上坡的情况下，它都可以发挥到很好的动力表现。这一切都归功于它的2000cc turbo 涡轮增压配合它的电动马达所以它的字面上我们可以看得到是600多的这个扭矩啊，不是开玩笑的，它确实是可以在这种低速情况下给到你一个很好的爆发力。它不是那种一脚油门下去你整个人贴在椅子上，那种虽然也是爆发力，但是实际我们要用的爆发力是这样的，慢速低速的爆发力才是日常用到的。我觉得这台车在这种山区小路驾起来其实就是很赞很爽，但是不能讲它没有缺点，你都懂我的频道我一定会讲缺点。这台车它确实有明显的缺点，就是它真的很大辆，它大辆到我觉得它不太灵活，这个是一个物理限制，它的体积、它的体型、它的尺寸、它的重量，加上它的20寸的 sport ring， 它没有办法灵活。所以如果你要的是一台灵活的小钢炮，你就不会看这台车。但是如果你30几万的预算，你想要买的是一台豪华家庭 SUV， 又有力又舒服，就是这一台了。然后它不会让人有一个好像那个牙进退的那个感觉。对对对，这个东西也是我刚才有想要讲的，就是如果你驾的是一台小马力的车、小扭力的车，你在走云顶山路的时候啦，因为你没有办法 carry speed， 所以你的车它会很累啊，它会一直没有那个速度、没有那个 momentum 的情况下，它很难发挥出那个力，所以你的车会一直换挡、一直退档、进档、退档、进档，你的车就会很喘，坐在车里面的人也会很辛苦的，也会跟着那台车一起辛苦，因为你会一直冲。可是这辆坦克500，它就是非常轻松的爬坡。A few moments later， 哇，我觉得很累啊。为什么我觉得很累啊？因为刚刚我们一进这个山路，一开始走这个山路的时候，我的 Waze 呢就显示倒数40公里嘛，然后走了差不多应该有半个小时了吧，我们才走了10公里罢了都是一直在绕这个山路，这样转，慢慢绕。因为现在我的 Waze 还是倒数30公里。为什么我讲累？不是这辆车不舒服了嘛，是因为前面的车加太慢了，然后就这样慢慢一直绕，从原本的海拔100多米到现在600多米的，爬了500多米的，所以你看在短短10公里里面爬了500多米的坡道，我人比较累车是感觉没有这样累。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人来讲的话，它现在给我感觉就是一个精力充沛还很有 energy 的一个感觉啦。像我们这样一直慢速行驶上山，一直这样转弯的话，会不会好像那种云顶路边那种水温过高啊，还是 engine 坏掉停在路边？以这辆车来讲，我觉得不会啦。一般上我们在云顶上面看到很多车停路边水昏什么，有可能是因为它 engine 真的是老旧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他们加太慢，因为加太慢，你的 radiator 没有装风，散热不够的话，你的 engine 是会坏掉的，温度是会过高的。因为这台车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水温表的，水温一切正常没有问题。然后现在也是很多新车是已经没有水温表了 ，no good， 有水温表才是 good job 的。然后再加上这辆车你根本不用担
担心它什么 engine 坏啊、压箱坏啊、电动马达坏，完全不用担心，因为 Great Wall Motor 呢真的太有诚意了。坦克系列车型啊，不管是坦克300还是坦克500，一律 Unlimited Mileage 终身保价，你可以开200万公里，你可以开500万公里是你的事，在那期间如果引擎坏掉，它都可以给你保价，这个真是太厉害了。如果他们对他们的发动机、他们对他们的引擎、压箱那些东西没有信心的话，是不可能给这种那么够力的 warranty 的。看到吗？现在我身后的就是坦克500，它的尺寸真的非常的大，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到全马各地的 GWM 的 showroom 去现场看这台车，而且现在还有 test ride unit 在每一间的 showroom。想要了解更多这台车的消息，都可以到 Great Wall 的官方网站或者留守我们的 Rider ATS 的频道哟。那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 We ain't no clowns, but we're alive,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Sa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